向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以前在中国的一些工作的背景。这样的话，大家可能会了解说为什么有些事情我知道多一点。因为我当时工作的机构，是赵紫阳为中国城市经济改革设立的一个智库。这个智库在中国当时蛮有名的，几乎全中国都知道。那有段时间我是负责代表这个机构呢，参与很多高层的会，所以对赵紫阳个人呢，我是有蛮多接触的。那么最后一次是和赵紫阳接触是1988年7月1号，当时赵紫阳找了我，还有周小川，就是后来中国的中央央行的行长，还有楼继伟，后来的中国的财政部长。当时是在中南海勤政店赵紫阳的一个小办公室里开了一个很小的会，就是我们几个人，加上赵紫阳的几位秘书。然后呢，这个会上赵紫阳一个人从下午2点钟一口气讲到晚上7点钟，透露了不少他的心思。那么我当时总的感觉是说，赵紫阳是88年7月1号那个时候处于一种无可奈何，明知经济改革撞墙了，他只能硬着头皮走下去那种状态。那么他的政敌呢，就是中共高层和党政机关的一大批官僚，因为经济市场化会必然动摇他们的权势和地位，所以赵紫阳在中共高层其实积怨甚多。那么我是亲眼看见过，敢于在高层会场上当面顶撞赵紫阳，拒不服从这个赵紫阳作为总书记提出的要求，这样的高官蛮多，不是一个两个。那么就是刚才讲这个1988年7月1号这次和赵紫阳开了个小会以后，我就被奉派到西德去做这个访问学者。那么当时临走之前，我是这个告诉我研究所的主管的一些同事，那么我当时是讲到说，我的判断是说，赵紫阳面临的局面不好，维持不了多久。果然不错，我走了以后，我人在德国期间，中国就爆发了这个1989年的学生民主运动，然后6·4镇压以后呢，赵紫阳就下台了。那赵紫阳确实呢，算是中国经济改革这个主要的推手。那么在中国经济改革的前10年，他的一个特点是说，他接纳了一些青年一代的经济学者的改革的政策建议。那么，因为当时一些中老年的人当中啊，这个很多人是反对改革的，思维比较僵化。那么年轻人这个思维比较开放，这个刚刚从大学毕业出来，然后学了很多新的东西，所以他们会提出一些建议。那么赵紫阳是接纳了这批人的建议的，取得很大成就。那么也因为这一点，比方讲我那个研究所就是个赵紫阳设的一个智库。然后我这个研究所因为赵紫阳重视我们，结果成了中共情治单位的监控重点。当时中共的国家安全部和公安部都派人在我们那个单位卧底。所以总体上来看的话，我觉得说，赵紫阳其实更像一个技术官僚。他在中共官场上，他是被邓小平还有邓小平的对立派是挤扁了头的。如果要说做个对比，让台湾的观众朋友们有一种直觉的话，那么说，我觉得说赵紫阳个人的工作风格有点像台湾当年的行政院长孙运璇先生。那么赵紫阳的政治处境呢，甚至没有孙运璇好。因为孙运璇虽然是技术官僚出身，但他先后得到2位总统在位，为台湾的经济起飞做出了很大贡献。那么赵紫阳同样为中国的经济起飞做出了贡献，结果成了中共党国大佬的牺牲品。那么我呢，也不光是见过赵紫阳，像李鹏、朱镕基、姚依林这样一批中共的总理、副总理一级的人当中，不少人我都见过。比方讲，这个我见到李鹏和朱镕基的时候是1985年到1986年，那个时候我是在中国那个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那时候他们还没升到总理的位置。那么在这批人当中，赵紫阳的性格是比较温和的，待人宽和，对经济问题呢，一个突出优点是对经济问题的理解力和悟性远远超出其他高层官僚，可以说是无出其右。不光是说我的同僚有这样的评价，心中对他很佩服的。那么也有一些美国经济学家见过他以后也有相似的判断。我举一个例子，有一些经济政策讨论会上，我的一些同事会用一些个中共官僚不了解的西方经济学概念或者术语讲话。
那么其他人就听不懂或者很反感，而赵紫阳倒是可能很马上就领悟，抓住其中要义，而且在推展开了就解释现实经济，甚至会提出反问，能把我的一些同事问倒。那么我再举2个反例，就是像李鹏、这个朱镕基这样的总理是个什么状态呢？我就举李鹏这个例子哈。李鹏和孙运璇一样，都是电力行业的技术官僚出身的。李鹏是被指定接任赵紫阳担任总理。那么1985年的时候，他是以副总理的身份到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国务院做一个经济形势报告。那么我当时在那里看，听他讲啊，他是全场在念秘书给他写好的稿子，他就脱稿解释2个名词。都是经济管理上最基本的概念，一个是工资总额，一个是物价指数。结果这2个概念他都一窍不通，全部解释错了。但是就这样的水平的人，这样水准的人，被中共大佬提拔起来，去管理经济，当总理。另外一个就是赵紫阳的副手姚依林，他是这个中共高层里面地位仅次于邓小平的一个叫陈云的大佬，是陈云的亲信，他是担任副总理，他是始终反对经济改革，对赵紫阳是处处掣肘的，而且善于玩弄阴谋诡计，其中有的阴谋我都发现。那么我印象很深的，有一次我开会正好和姚依林坐对面，中间隔了大概3尺，面对面。我从他的眼神里看出一种很明显的对我们这些年轻的这个研究人员的一种阴毒的眼光。那么赵紫阳呢，就是在这样一个环境里头很艰难在推行他的这个经济改革理念。那赵紫阳先是推动他担任四川省委书记时候在农村改革，然后升到国务院总理之后呢，组织全国农村改革和城市的经济改革，他是有一些全盘设想的。如果说没有赵紫阳那种开创型的经济改革的10年，中共的那种共产党传统的公有制加上计划经济那种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啊，是不会被连根拔起来的。那么对台商来讲的话，赵紫阳也是最早看到引进外商这条必经之路非走不可的人。他是1988年就提出来这个主张，那么到1992年以后，就成为中国经济起飞的重要途径。那么现在全世界都有一个对中国经济改革的认识，认为说邓小平是中国经济改革的总设计师。那么中共自己也这么讲的，其实错。邓小平没有设计过任何经济改革方案，他根本不懂。他唯一提过的一个具体的经济改革建议，就是1988年要求政治局常委会在几个月内完成价格改革。那么这个建议被证明是完全错误的，不但导致全国抢购、通货膨胀，然后他那个价格改革方案完全失败，而且邓小平呢，为了逃避个人责任，嫁祸给赵紫阳，夺走了赵紫阳参与经济决策的权利。那么这个事情呢，当时我是当事人。我记得当时中国我们那个上级机构叫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在京西宾馆开了几天会，到会的各单位当中，我所代表我们那个研究所是唯一一个反对邓小平这个决策的机构。不过还好啦，我们当时没有被抓起来啊。这个可以说，赵紫阳推动中国经济改革的10年，正好也是中国政治上相对稍微宽松一些的10年。那么赵紫阳的成就呢，是造就他人生的顶峰，但也因此他落入了中共高层权力斗争的陷阱，也呢被这个民间要求民主化这个社会运动所淹没。赵紫阳的成功是源自说中共的经济制度混不下去，不得不改革。那么赵紫阳的悲剧呢，来自于中共高层保守势力挽救中共统治和中共经济制度的企图。那么赵紫阳后来是被软禁到去世，他去世前，因为先有了赵紫阳奠定的经济改革的基础，中共的这个旧经济制度已经病入膏肓，不治而亡了。我说的是中共的旧经济制度不治而亡，所以中共当时只能
实行国有企业的全面的私有化，因为以前中国是没有私有企业的，不允许办私有企业，所有企业都是国有的或者公有的。那么最后中共是因为这个旧的共产党经济制度没办法运转，然后呢，他只能实行全面私有化市场经济。那么按道理讲呢，这正是赵紫阳希望追求的目标啊，但是他已经不能亲手收获果实。那么赵紫阳呢，是因为邓小平重用而得以推动经济改革，但也是因为经济改革触动保守大佬们的利益而被邓小平废黜。邓小平呢是运用赵紫阳来为他在第一线处理经济上的难题，特别是经济改革过程中冒出来的一系列复杂的问题。但邓小平对赵紫阳并不是真正信任，他同时也在赵紫阳身边保留了一大批反对经济改革的领导人物，比方像刚才提到了姚依林。那么如果说要比较一下80年代赵紫阳时代的这个经济改革和90年代没有赵紫阳的经济改革呢，其中差别我觉得主要在于说，没有赵紫阳的经济改革比1980年代赵紫阳领导下的经济改革少了一个最根本的方向，就是社会公正。80年代的赵紫阳是比较关心民众疾苦的，他很注意平衡不同社会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他的经济改革政策总想说能够面面俱到，各个利益集团都能照顾到。那么90年代中国的经济改革实际上是让几千万国有企业工人下岗失业，生活困苦，同时让一大批共产党干部呢不花钱就当了私营企业的老板。这种严重的社会不公导致社会矛盾尖锐。那么中共就开始用政治高压来打击任何对中共的批评，直到今天仍然如此。